一年几十亿次闪电劈向地球，但你知道这些电最后都去哪儿了吗？很多人会随口说电都进地里了，凭空消失了，但这其实只说对了皮毛，真相远比你预想的更复杂，甚至会颠覆你的固有认知。先给你一个直观数字，根据全球气象监测系统统计，地球上每秒大约会发生40到50次闪电，一年下来接近12亿到16亿次。换句话说，就你现在发呆的这10秒里，地球已经被闪电劈了至少400次。夸张吗？但这是真的。问题来了，这么多电去哪儿了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进地里了，对吧？听起来没毛病，但这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小片段。我们先从闪电本身说起。闪电本质上是一次超大规模的放电行为，是云和云之间或者云和地面之间电势差被瞬间短路的结果。简单理解就是电压高到空气都撑不住了，直接被击穿。你可以把空气想象成一个本来绝缘的隔离层，当电场强度达到一定程度，大约是每厘米几千伏到1万伏以上，空气分子会被电离，形成导电通道，电流瞬间通过，这就是闪电。但这里有个反直觉的点，你看到的是闪电从天上劈下来，但真正最亮最强的那一下，往往是地面向上回击的电流。整个过程是云层先向下释放一条先导通道，接近地面时，地面会反向打出一股回击电流，两者连接的一瞬间，强光爆发。所以闪电其实是一个双向完成的过程。那这些电流释放之后去了哪？第一部分直接转化成热能。闪电通道里的温度可以瞬间达到3万摄氏度，是太阳表面温度的5倍以上。你没听错，地球上短暂出现了一个迷你太阳。这就是为什么闪电可以轻松点燃树木，引发森林火灾。如果击中沙地，还会把沙子直接融化，形成一种叫雷击石的玻璃状结构。很多地质学家通过这些雷击石可以反推历史上的雷暴活动。所以一大部分电能其实在极短时间内被转化成了热能，直接烧掉了。第二部分变成了声能。你听到的雷声本质上不是声音，而是冲击波。空气被瞬间加热，急剧膨胀，然后又迅速冷却收缩，这个剧烈变化形成了冲击波，也就是雷声。简单说，闪电不仅在发光，还在炸空气。第三部分更容易被忽略，但非常关键，化学能。闪电会让空气中的氮气和氧气发生反应。要知道，氮气分子非常稳定，平时很难参与化学反应，但在闪电这种极端条件下，它会被强行拆开，结果就是生成氮氧化物，比如一氧化氮、二氧化氮。这些物质会随着雨水降落到地面，转化成硝酸盐。听起来复杂，但你可以理解为闪电在给地球施肥。事实上，在人类工业化生产化肥之前，闪电是自然界重要的固氮方式之一。换句话说，没有闪电，地球的生态系统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。接下来才是你最关心的那一部分，进入地球。确实，大量电流会通过地面导入地下，但这里有个关键点，地球本身并不是一个消耗电的地方，它更像是一个超级巨大的电容器。什么意思？电容器的作用不是用电，而是存电和平衡电势。地球和大气之间本身就存在一个巨大的电场系统，叫全球电路。在晴天的时候，地面通常带负电，大气带正电，整体电势差大约在30万伏左右。这个系统是稳定存在的。而雷暴发生的时候，闪电就像一个调节器，它会把局部过高的电荷重新分配，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。换句话说，闪电不是简单释放能量，而是在给地球做电力调度。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你手机电池的均衡充电机制。再说一个更反直觉的点，很多人以为闪电是在放电，但从宏观角度看，它其实也是在充电。尤其是对整个地球电离层系统来说，雷暴区就像一个个发电站，把能量输送到全球电路中。科学家甚至用地球发电机来形容这个系统。那问题又来了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地球不会被冲爆吗？答案是不会，因为这个系统是动态平衡的，地球、电离层、大气导电性、宇宙射线等等因素共同作用，让电荷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内。你可以理解为有输入，也有输出。比如，在没有雷暴的区域，
大气本身是微弱导电的，电流会缓慢流动，把电荷卸掉。这个过程非常慢，但持续不断。所以整体来看，闪电的电能去向其实可以总结为4条路径：一部分变成热，一部分变成声，一部分参与化学反应，一部分进入地球并参与全球电路的平衡。没有哪一部分是浪费的，甚至可以说，闪电是地球维持自身稳定的一种方式。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天地球上突然没有闪电了，会发生什么？表面上看，可能只是少了点雷声和光，但实际上，大气电场会失衡，氮循环会受到影响，生态系统会慢慢发生变化。也就是说，闪电不仅仅是天气现象，它是地球运转的一部分。所以下次再看到闪电的时候，你可以换个角度去看，那不是一束电光，而是地球在自我调节，是不是就有点不一样了？